本节目由风靡全球40个国家和地区的养乐多独家冠名播出。今天养乐多了没？你们会害怕婚姻吗？这种男生，他们觉得一辈子孤单的。一些欧美的国家，我们好好的乌克兰就带偏了。长期同居，他非常的不负责任。我不太敢把一条新的生命带到如此混乱的世界当中。苦婚的人只有自己找不到对象，其他的就真的其他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做我儿媳妇，我会很卑微的。来，3、2、1。养乐多姐妹们的茶话会，每周日、周一、周二中午12点，陪你边嗑边唠。本节目由肠子漂亮人就美的养乐多独家冠名播出。来树洞参与讨论，姐妹们为你排忧解难，还有周边拿。来爱奇艺泡泡 APP 解锁姐妹们的茶话会的不同打开方式，欢迎做客姐妹们的茶话会，爱奇艺 VIP 会员抢先看，一起纵览星辰大海。大家好，这里是爱奇艺自制综艺《养乐多姐妹们的茶话会》，欢迎大家！来，看这里，肠子漂亮人就美。我们的茶话会呢是由守护全世界美少女肠道健康的养乐多独家冠名。今天养乐多了没？今天我们终于要聊一个你所擅长的领域啊？什么东西呢？什么呢？就是婚姻。我们反正是没有什么经验啊。对，我们这一集就是来听课的，好不好？好，不敢说擅长，但是确实有一些经验，也有一些教训，都可以分享分享。反正今天的话题跟婚姻有关，但我先问你一下，你平时看电视剧看得多吗？挺喜欢看的。你关注描述婚姻类型的作品？会有。你看到之后什么感觉？觉得自己的婚姻还不错。对自己的生活就越来越有信心，这种感觉，因为毕竟电视里面，因为他的那个人物塑造，就是很多男性化的形象是比较标签化的嘛，对，扎得非常极致，然后在这种对比中就获得了一些小确幸，确实是有这种情况，是吧？小唐，你想看什么类型的电视剧啊？我其实比较喜欢看美剧这一些的，因为有很多电视剧嘛，好多家庭伦理啊这些的电视剧什么的。然后我妹妹她们看完了之后，她们会对婚姻有一种恐惧感。OK，我们来看看，就当下比较火的一些影视剧作品当中，最近对于婚姻的这个描述。好，我们先来看一下。来吧。梦见自己结婚，被吓哭了。这不是说说而已。2020年，民政局发布了2019年全国婚姻登记人数仅为947.1万对，首次跌破1000万，创10年来新低。由共青团中央发起的当代青年群体婚恋观调查报告显示，67.98%的男性认为人一定要结婚，但只有49.37%的女性这么认为。相对于男性，现代女性对婚姻的需求更低，也更缺乏对婚姻的安全感。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有很多，部分影视剧塑造的女性形象加深了人们对婚姻的恐惧。赶紧把药喝了，给你老刘家生一个真能干的啊！我结婚就是为了轻松省心，谁结婚谁成家不是为了过个踏实日子呀？这话就是放屁，都想逼帮谁当岗啊？你们不离婚是因为你们有孩子，要是没孩子，试试。对此你怎么看呢？好惨呀！我来问一下大家哈，来自于各国的美少女们，想问一下你们看完这个视频有什么样的感受？来，3、2、1，请举牌。看一下艾琳，害怕极了她。对，就看这种视频，你们不觉得会很悲伤吗？这种男生他们结婚生孩子还会这样子，还会去找其他的女生呢。我真的看完，我真的很恐慌。我觉得有一点太多的那种电视剧，就是真的对中国女生，年轻的中国女生有影响吧，会让他们真的怕结婚。我冒昧的问一个问题。法国的电视剧不会演这些吗？有狗血的剧情吗？
有的，但是就是不会那个老公保护小三那种情况，不会发生的。可能那个老婆就是把那个小三赶走，就是就直接打起来了，是吧？我真的是发现，在中国的电视剧，女主角特别喜欢和小三儿去辩论，去讲道理。谁会和他讲话呀？就这些打一般人，就你做的，你们想在一起过，你们去过吧。对，我觉得他这种人，谁要跟他对话呀？我没空。他是谁呀？然后我就要跟老刘进行一些正式的谈话了。林夏是一头雾水啊，3个问号，什么意思？就是我觉得那个电视剧演的太夸张了点儿，生活应该是更美好一点。我觉得生活中没有那么多的人去劈腿呀，然后欺负女人之类的，电视剧太夸张了。妹妹好年轻啊，你一定不知道生活比电视剧还残酷。你看他这个脸，昨天脸写了好多故事。对，来，艾瑞卡，你觉得呢？我觉得因为这个是一个电视剧嘛，电视剧里面的女主角遇到了很多不好的事情。我觉得电视剧里面的重点不是在这个地方，而是这个女的最终做出来的一个结果，要跟这个男的离婚。没有放弃自己。我觉得放弃自己是最可怕的，所以就是做出这种勇敢的选择的女人，觉得很牛很厉害。所以他在乎的是结果，他觉得最终就是这个女孩都能够走出来啊。这边阿菊哇，就这。对，因为其实我不看这些剧的，因为我觉得现在看这些剧的人呢，就是生活太无聊了。这话说的。啊？什么？看这些剧的人都是因为生活太无聊了。对呀，真的。然后就看这些剧，可能就是会觉得，因为它的故事选题是爱情嘛，所以其实是最有可能的极端化。所以我觉得纯粹就是看这种剧的人呢，就只是说想看看精彩的东西而已，就不是觉得是件好事。所以我就觉得看这些剧的人就是特别无聊，活在现实中可能会好一点点。对，吓死了！看这些电视剧的人特别无聊，弹幕前肯定有人说，感觉自己受了冒犯。对。我们再来看一下那边，乔丽亚，清醒一点。这些电视剧，说实话我不看，但是看了这个几个片段嘛，这本来是一部艺术品。它就是比较夸张的表现方式嘛而已。她会把一个女人很有可能发生的故事，她闺蜜可能会发生的故事，她妈妈发生过的故事，全部集在一个女主角的身上，导致大家觉得哇好惨啊，真好惨啊。然后不是说呢，这些女主角好有压力吗？那电视剧里面，她又想照顾好家庭，又想好好做事业，又想什么带孩子，各方面，她哪里都想特别好，那压力不大吗？当然大呀。但是这个压力她是自己给自己给的，我是这么认为的。我很喜欢这样的剧。然后，你也有点让我想不到，他看着像是看这种剧的人吗？我真的特别喜欢看这样的剧，但是我看这些剧，我发现了一个有一点意思的现象吧，就前段时间看了一个很火的一个剧，然后大家把那个小三儿给骂飞了，甚至那个演员在网上都有人骂他。林有有。对，就是他哪儿来的自信啊？不就是这个男人给的吗？如果不是这个男人让他一步一步的接近他肯定走不到那一步呀。那个男人谁让他给他租房子呀？就是那个男人根本就不应该搭理他呀。看这个男人我就很愤怒，就是刚才那个场景，我跟你说，如果一个女的敢在我面前说什么你们俩就是因为有孩子没离婚，没孩子试试，我对她的第一种感觉不是恨，是敬佩。我真的很佩服他的勇气，敢在我面前说出这样的话。那你会回他什么呢？我不会回他，我会把老刘抓过来说，想试试吗？回他干什么呀？因为老刘才是你真正的就是对手。就是。
让这样的人出现在我们面前，尊重过我们吗？对婚姻负责吗？小唐学着点啊！你是不是好生气的吧？就是让我很生气，就是这个女人她敢对我说这样的话，你想想，一个男的宠成什么样啊？一个男的，你竟然允许小三到这个就是你的妻子面前去叫嚣，两个已婚的上头了。我们就坐在这儿，来，颜如晶，你来发发言，让首尔缓一缓。冷静一下，冷静。我觉得是这样，我觉得这些剧是有现实意义的，我不觉得它只是夸张。是比如说需要生二胎，然后需要女性独立，然后要有自己事业，然后要防小三，确实是现在当代很多女性面对的问题。但是我觉得这电视也给我们一个机会反思，其实是让我们自己想一下。女生是很难，我觉得这已经是毋庸置疑了。电视剧也演出来了。对。但是男生为什么最后会选择，比如说找小三啊、出轨啊、保护小三等等行为？我觉得是因为男性的审美还是喜欢会撒娇的、柔弱一点的。你看，当我们在鼓励女性要独立、要自主的时候，但我们没有鼓励男生其实也可以依赖女生。对吧？我们没有鼓励说男生可以喜欢一些强势一点的女强人，我们只鼓励女生变强，但是男生喜欢弱的，结果我们变强了，他们去外面找弱的，对，就气死了。对，是不是？真的，他们这时候说你给我太压力了，气死了。你说完，傅首尔又生气了。干什么？干什么？所以我的意思是要，是想把我气疯了，不能成为你的对手吗？我现在已经失控了，怎么这样子啊？所以我天，还有一个尾巴，还有一个尾巴姐，还有一个尾巴，说姐。尾巴是什么？说点好听的来听听。太生气了。所以我就说到哪了？说到我们变强了，他就出去找弱的。对，所以我们要鼓励男性也要跟上。女性自主是好的，也不要小看那些就是选择跟女性依赖女性的人。我觉得这两边平等才不会有这个恶性循环。说得很好，说得好，谢谢。我觉得颜如晶其实说的非常好，非常好。为什么呢？因为我觉得你在变强的同时，老刘也非常的认怂，注意自己的用词，非常体贴，哎。温柔，照顾有加，心态好。他就喜欢那种依附在女人身边的感觉，心态阳光，豁达，淡然，处事跟别人都不一样，对，境界高远。嗨，你说这么多，其实就俩字儿，独特啊，独特。哎，我来问一下小唐，你看完这些东西，你会想结婚吗？或者是你会害怕吗？我觉得我不害怕吧。因为首先我觉得我选择的男人就不会出轨，就不会出轨，但我觉得我在选择男人，我既然决定跟他结婚了，就是他一定是对我有保障。你看，他就跟我刚才说的一样，就小唐他跟我的很多观点都很像。我觉得选人的时候其实也蛮重要的，人品这个东西是有蛛丝马迹的。对。所以我们要问问大家，如果是你的话，你在婚姻当中会有那种害怕吗？害怕的话，你会害怕什么东西呢？艾瑞卡，你跟这个男朋友多久了？不到1年。不到1年，你会害怕婚姻吗？你会怕什么？我是对永远爱一个人是有疑问的。现在日本离婚率特别的高，4对夫妻里面有1对是离婚的，所以呢，我就觉得还有什么必要去结婚呢？还有一个点就是。离婚特别麻烦，日本不像西方国家有这些婚前协议，所以就是离婚的时候会有一些财产的分割，这个东西我就真的是觉得是很麻烦的事情。怕麻烦。我懂你，我有这种感觉，因为永远爱一个人有点难。对。但是永远爱养乐多我可以。我也可以。哎，我也可以，这么巧，大家都可以。好，再来看一下杨离子。其实我好像在中国看到的一个现象是，很多女生也特别怕离婚，但是不是你说的那种，就是嫌麻烦。大家好像觉得离婚了就扣分了一样，就好像自己低了一个档次。如果离婚了的话，所以在考虑要不要结婚的时候，大家会特别担心，就好像这个男人，我只要跟他结了婚，我就永远跟他锁住在一起了，就是不管发生什么，我就不可能跟他离婚。但是2个人要在一起那么久，真的难免有一些情侣是走着走着都分开的。
所以在美国还有应该是很多西方国家都是这样的一个心态，就是离婚不是那么大的一件事情，并不会因为离婚，然后好像女性的价值就贬值了，对不对？这就是不会因为我担心以后离婚或者怎么着就空婚。好的，艾丽。哦，我怕结婚，就是因为我怕。你是怕的。真的有点恐婚的。其实我怕的最大的事情是怕遇到渣男，就是这些电视剧里面表示的这些渣男，就是。其实我之前遇到过的渣男挺多的。我之前有一个男朋友，我们一开始很好，然后我回法国的时候，他找到了一个女朋友，我们分开。那我回中国以后，一段时间他开始又追我，我偷偷想着就是是不是跟他的女朋友分手了还是什么。然后有一天我去他的家，我在他的洗手间找到了卫生巾，就感觉是什么乱七八糟什么，就还没分手。对，又跟那撩你。这个不是我的，那肯定是他的女朋友的。那他还没分手的。他有姐姐妹妹吗？没有谈。所以我就感觉肯定是他的女朋友。当时我很生气，但是我没有发脾气，没有说什么，我就在拿一个卫生巾，然后在里面写。这个男生很坏，你要离开他很多的女朋友，他有很多的女朋友。然后我就冷静的就把它放回来在这个里面。哇，你好理智，太聪明了。然后我真的耐心的等着这个女生找到了这个卫生巾的里面的这些字。你怎么知道他找到的？就这个男生就发给我微信，就是我的女朋友好像找到了东西，我们分手了。干得漂亮！这种男生他们值得什么？他们值得一辈子孤单的。我跟你说，是不是这样？我也很开心，就是让这个女生找回了她的自由，她也不要跟一个这么坏的男生在一起，对吧？所以这种事情真的是很开心，就是。所以我告诉你，其实一方面你让这个男生得到了一些教训，实际上这个男生得感谢你，你是他的老师。真的，他是吧？经此一役之后，我相信啊，他可能会稍微收手一点。至少他下次不会再在家里放卫生巾了。好，再来看一下林夏。我最害怕的可能就是婆媳关系。婆媳关系？我怕婆婆凶我，就是因为在我们国家这个婆媳问题很普遍，然后很多关于爱情的电影就经常会有那个婆媳问题。就是有一个大家在追的一个电影，然后它出了第2集，就是这个，它的名字就叫很凶的婆婆。这么直接的名字吗？哪个是婆婆啊？她哇，看起来是蛮凶的。索儿姐，你带入了吗？就是副手二拍了。我觉得爱奇艺可以拍点这样的剧，我可以演。哎，所以我冒昧的问一句啊，为什么就是比如说你们国家这么关心就婆媳类的话题，那其实证明这个在生活当中发生的几率还是相对而言比较高的，对不对？婆媳问题一般发生在就是他们结婚以后就住在那个婆婆那边，然后那个婆婆就会管他们的事情啊，他们吵架了，婆婆会跟那个儿子说，他那个女的是错的，你不要跟她在一起什么的。你见过你男朋友的妈妈吗？还没见过，我怕他凶。哇，你现在就开始害怕了？你带着首尔姐姐去见，不如在我这里练习一下。好，试一下。来，3、2、1，进门，你要怎么喊？太凶，你的眼神都不行，我甚至还没有说话。哎呀，其实不会的啦，我真做我儿媳妇，我会很卑微的。得了吧你！我怎么不是？你这个时候挽回形象有点晚了。对啊，他们幸福就好了嘛，是不是？其实我觉得我们马来西亚的人啊，大家其实不恐婚，因为我们没有恐婚的理由。第一，我们没有这样大的经济压力，对，就是你买房什么的，你都相对的简单，所以你就很容易的觉得，哎，我可以组建自己的家庭。然后我们也没有严重的婆媳问题，是因为大家都有自己的家，我们不是住在一块儿的，我们是搬出来的。
所以婆媳问题它其实很多时候是要同在一个屋檐底下，然后有很多事情纠葛在一起才会产生。而且我们一般家庭里面不会是独生子女，我们有很多孩子，超级多。就我有一个朋友，他有18个孩子，太多了吧，太多了。一父一母嘛，对，一父一母同一个妈妈生的，非常厉害。所以你说一个月去一个媳妇的家也去不过来，要都1年半。所以亲戚一多，你知道吗？就没有这样密切的联系，大家都是过年过节可能就这么见一下，所以就变成婆媳关系也好处理，房子也有了，是吧？那你就找个女朋友，你就能结婚了。所以一般现在恐婚的人只有自己找不到对象，其他的就真的其他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是的哈，这个是确实不像我只有一个，无聊的时候只能找他们，只能折磨他们。对，如果有18个，你无聊的时候可以每一家打一个电话，就18个电话了，压力也没那么大。对，打到最后累睡着了，不想打了。美国在这方面跟马来西亚差不多，就是哪怕我很不喜欢我的婆婆，多久一次见啊？很多人不生活在一个县，甚至不在一个州，可能圣诞节啊、感恩节见一面，哪怕吵来吵去的也就散了。其实这个问题真的排不上号。那如果要说美国人空婚的一些原因吧，有一个是怎么教育和培养孩子。就比如说，最近很多美国人，特别是我这个年龄段的人，他们看世界上的很多黑暗的事情，还有世界各种问题，比如说气候变暖什么的，就是世界越来越危险，越来越混乱，所以他们会说一些这样的话：我不太敢把一条新的生命带到如此混乱的世界当中，或者我不知道通过什么样的方式培养这个孩子，才能让他保持一个乐观的态度看待这个世界。大家更关注的是这样的问题，不太会去关注婆媳关系。确实是。哎，但是说下来哈，其实我们刚刚聊的还是害怕婚姻这件事情啊，大家找了各种各样的原因啊、理由啊。你觉得为什么大家现在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害怕婚姻啊？我觉得这种恐惧更多的是没什么信心吧。我以前就觉得说，不光是对别人没信心，可能对自己也没有什么太大的信心。所以我觉得这个恐惧倒未必完全是坏事儿，我觉得代表大家更慎重。比如说会想得更清楚才进入一段婚姻，又或者说很多人认为，其实现在两个人的关系是不需要有一个就是结婚证需要绑缚对方的。就其实我觉得这个是比较积极的一面。那消极的一面就是很多人他其实想要，但他又非常害怕，就形成了一种非常迷茫和这种焦虑的一种状态。然后同时还得强撑，就是说我不需要。就比如我觉得这种的是比较遗憾的。是因为像我们这代人，我觉得以前就是会觉得结婚啊是一件就是理所当然的事情。在我们小时候接受的教育当中，没有婚姻的人生，它真的是不完整的、不圆满的人生。但是现在好像很多人的想法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嘛，所以今天我们也借此机会来问问大家，随着时代的一个发展，你们国家的人对待婚姻这件事情态度有没有发生什么样的变化呢？变化就是以前呢，那边是父母安排，就是他们小时候就会定这个，就像我们以前说的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对，然后现在就可能10几岁就开始谈恋爱，然后谈10几次恋爱是很正常的。就你们已经迈向了自由恋爱的一个阶段了，对吧？对，其实这也是一步一步的进步当中啊，因为每个地方它发展的程度跟角度，包括跟地理位置、跟历史都有很大的关系。对，我们还是要尊重当地的一个文化，对吧？好，再来看一下比较浪漫的法国。爱离。我小时候得到的那些资讯啊，那个年代资讯可能也不发达，就感觉法国人，然后刻板印象啊，特别爱结婚，特别爱离婚，我就觉得他们比较勇敢吧，或者就是比较自由浪漫，相信爱情。但是最近在法国就是有个潮流，可能是我们谈恋爱谈了好几年，可能一起已经养孩子，但是还不结婚。就是我们对结婚这种事情也不是太急。比如说我的表姐，她是谈恋爱，她谈了7年嘛，然后再结婚。我觉得其实这样很好，就是你要磨合嘛，你要确定你要不要把这个人变成你的家人，这是一辈子的事情。是婚姻，就是我们觉得反正这是一张 paper。这是一张证明而已，一张纸而已。关键还是要两个人在一起真的相爱，是吧？真的相爱比那张纸在你心中觉得更加重要。
我真的是觉得我必须得说一声啊，因为就一些欧美的国家的像这样的一个想法，就把我们好好的乌克兰就带偏了，真的是，本来是我们你这么欧美的一张脸，有一些欧美的国家呀，就是这样的，我们年轻人都是还是蛮向往结婚这个事儿，对，因为呢。其实斯拉夫族还是比较传统的一个民族，我们还是希望恋爱为结果，因为恋爱如果为了这个目的，那就已经有目的性了，就是已经不叫爱。其实美国也有很多就是和这个谈恋爱，和那个谈恋爱，这个住了一段时间不喜欢的，换一个人住啊，这个好像也不太合适呢，我再换一个人住一个，所以这个长期同居，它非常的不负责任。唉，这好像只有我们浪漫的法国人懂爱吗？真的，你就是谈恋爱就是很自然的事情，1年不够啊，我要多跟你磨合，我要你1年还没磨合好，你跟我磨合2年，你还磨合不好，然后这叫反应慢，反应慢，好的直接就反应慢，反应慢。哎，我们再来看一下艾瑞卡，你怎么想啊？日本的话，就是很多机构也在去搞一些婚活，就是那个婚活还蛮有意思的。他们要干嘛呀？就是比如说有5个女生，5个男生，然后轮着来 ，speed dating 吗？对，就是轮着，就是你们只有5分钟聊天的时间。还有一些农村的男孩子跟城市的女孩子的这种大型的这种婚活。哎，我觉得很好哎，好玩。好玩，挺好玩。怎么脸上还写着向往的？对，不是，就是你不觉得吗？就这种，如果我希望你对老刘的标准用在自己的身上。哎呀，如果就是未婚的时候嘛，未婚的时候你不觉得这种活动挺好的啊？哪里有这个活动？颜如晶去参加呀！跟陌生人聊天我不 OK， 你带着我去聊。可能一看到带妈妈来聊的，应该就直接就拒了吧。小唐，其实这个话题我还真想听听你的观点的，因为我觉得就是。你看，其实你身份还蛮多元化的。对，其实你也会面临到工作上的一些压力，甚至你的职业都不允许你去恋爱。对，但你对这个婚姻，你会有过自己的一些想象吗？或者说憧憬吗？其实我会有，因为我父母很幸福，我也是看着他们，但是他们的幸福不是很浪漫的那种。他们是会有，就是吵吵闹闹的，也会，就是比如说我爸我妈，就是真的吵起来，我妈就是你知道女生一急的时候，就真的会冲上去打我爸，我爸就把他这样抱起来扔床上，然后我爸又下来冲进来打我爸，他就把他抱起来扔床上，然后2个人也是在争吵，但是我爸也是在用不伤害到我妈的方式来发泄他自己的情绪，这些我也有看，所以其实我对婚姻的一个整体态度是抱着很美好的幻想的，而且。其实我这个职业，我现在是不允许谈恋爱，但是我以后一定是要回归家庭的。这是我父母给我的教育。就是我父亲觉得，不管你在外面有多厉害，你有多棒、多强大，但是总有一个可以让你安心的家，那个地方是属于你，你可以脆弱的地方。我觉得婚恋的话题啊，各个节目都在聊，然后聊了18000年了，就是一直以来自古以来就是不断的被人讨论。那为什么呢？因为它有着非常强烈的一个个体化的一个差异。对，那各种滋味真的只有当事人自己知道，它没有一个标准的，就是那种放之四海而皆准的，也没有一个理论适用于所有人。所以我们的讨论也是从不同的角度，讲实话，只是给大家一些思考而已，对吧？冬天也到了，我们也希望每个女生呢都能遇到那种阳光般温暖的爱情。对，我也是一个阳光般温暖的婆婆，不要误会我，不要误会我，没有那么凶狠。谢谢大家。那我们也要特别的感谢首尔这周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也希望你接下来跟颜如晶的对决当中互相温柔一点哦。好，今天节目就到这里了，好不好？谢谢大家的参与，我们下期再见，拜拜。拜拜。养乐多姐妹们的茶话会，每周日、周一、周二中午12点，陪你边喝边唠。女人的心都是死在一些小事上，就是女性呢，她会把爱落到非常实际的层面。恋爱自由度的一个增加，其实也意味着风险变得更大。我觉得放弃自己是最可怕的，所以就是做出这种勇敢的选择的女人很厉害。
当我们在鼓励女性要独立、要自主的时候，但我们没有鼓励男生，其实也可以依赖女生。不管你在外面有多厉害，你有多棒、多强大，但是总有一个可以让你安心的家，那个地方是属于你，你可以脆弱的地方。会觉得彼此更轻松一些嘛，因为我们录自己的节目的时候都是有一些对抗性的啊。那平时我们私下也是非常好的朋友，经常交流一些问题啊。但是在谈就是很多观点的节目里面，也不能说第一次吧，但是其实也蛮少有这样的机会，所以觉得挺好的啊。就大家可以袒露心声，就说一些没有持方嘛，这个就是随便聊，会轻松一些。我觉得他。因为说实话，因为跟他年纪差的蛮大的，但是我觉得他就比我想象的要成熟理智，而且他对于感情的很多观点什么的都是我比较认同的，然后我有被他惊艳到吧，今天真的，我觉得他如鱼得水，因为他在日常生活中也是众多女性的好闺蜜。大家倾诉感情和去谈一些心里话的对象，所以我觉得这种节目它简直就是非常融洽吧，就是能够控场啊，会看呀，会关注啊，因为跟我自己切身相关嘛，我当然会关注了。我觉得这是一件好事啊，因为女性是一个值得被关注和需要被关注的一个群体。那现在很多的这个综艺都在激励吧，就有一些励志的作用，比如说改善大家的年龄焦虑啊，让越来越多的普通女性都知道年龄不能成为你追求理想或者是追求自己想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的界限。我觉得这一点是我比较觉得很欣慰的一个部分。越来越多的普通女性也觉得自己无论在什么年纪，只要你还有勇气，你都可以去让自己无限的接近自己想成为的人。上微博参与姐妹们的茶话会话题互动，和姐妹们一起边嗑边唠，解锁排众追踪方式，你的私人定制尽在爱奇艺综艺。来随和 APP 看精彩短视频，一起互动讨论，线上茶话会等着你。欢迎我们的穆鹤堂，都跟自己家似的。你看一来就反客为主了。那边有一个帅哥，那不就是你喜欢的类型吗？来吧，我们去攀他。这个节目太费身体，我走了。医美这个一点毛病都没有，世界就是这么现实。坦白从宽，抗拒从严。我其实做过很多医美，然后脸主任是这样。你会介意别人说你是那种幸福肥吗？我不喜欢用“肥”这个字，你是个肥婆哇，你有点刺耳。那小胖妞儿，哎，老师，你不要再这样盯着我了，我好有压力。欣赏。姐妹们的茶话会每周日、周一、周二中午12点陪你边嗑边唠。电视大屏看姐妹们的茶话会，就用奇异果 TV 来爱奇艺拍小视频，测测你在茶话会中的角色担当，还有红包拿。爱奇艺专属流量，随时随地想看随意。爱奇艺微博、微信搜索豆芽表情，获取姐妹们的茶话会同款表情，能看电影，能玩游戏，姐妹们都爱用的爱奇艺奇遇 VR 陪你做自己。看更多姐妹们的茶话会幕后趣事，就到爱奇艺阅读 APP 冒泡社区，上微博参与姐妹们的茶话会话题互动，和姐妹们一起边嗑边唠。上快手搜索姐妹们的茶话会，更多独家精彩内容抢先看。独家知识短视频合作平台秒懂百科，世界如此简单。百度搜索姐妹们的茶话会，观看更多精彩内容。拿鱼罐头看有趣明星专访，一罐创意，罐罐惊喜。彭小仙发现娱乐新鲜价值，用中华万年历 APP 记录重要日程，不错过和姐妹们的每一次茶话会。来新浪新闻客户端解锁姐妹们更多话题讨论。速率充电治愈红色焦虑，关心绿色生活。看新闻用 Zucker 关注最新节目资讯。感谢微博、快手、百度 APP、百度百科、聚淘 APP 搜狗输入法节电鱼罐头速率彭小仙。新浪新闻、搜狗娱乐、闪萌表情、Wonderland 中文版、Freestyle 精美 APP、网易新闻、详细新闻客户端、天翼视讯、全新娱乐、毛扑娱乐、小白娱乐、环泰娱乐、迎新娱乐、Zucker QQ 超级粉丝团、成都娱乐帮、鱼丸、鱼老爷、热门遥控器、追北、节日日报、节日悬赏、36人娱乐、新渔网、名家、雨果娱乐、咸鸭蛋生活、西半球、新氧公考、眼课、喂鱼、时机、快乐粉丝会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追星就像谈恋爱，脱粉就像分手，越想越生气，恨死自己了！当初为什么就那么上头呢？爱豆其实就是被包装出来的商品，我们没必要对他们寄予太大的幻想。我觉得追星不像谈恋爱，追星比谈恋爱好多了。我感觉我追星就像海王一样，见一个爱一个。我的追星过程就是在谈恋爱的过程。不然女友粉这个词哪里来的呢？我觉得回踩这种行为其实就蛮像谈恋爱当中分手之后到处说对方坏话的这种行为。真情实感追星就是要遭雷劈的。追星可以，但是必须适度，必须建立在你爱自己胜过爱你家爱豆上面。墙头千万不行，咱就换。